小悠悠，你解除了我的封印，我给你一个神奇的能力，让你的眼睛能看穿万物。女儿，女儿，你醒醒！我的眼睛怎么热热的？小家伙，别害怕，这是我的力量。你是我上午捡的面具，你在跟我说话吗？没错，我是三星堆面具，让你拥有了透视的能力。爸爸回来了。悠悠，你终于醒了，怎么样？这头还疼不疼？爸爸，不疼了，就是肚子饿了。今天是你生日，爸爸给你买了生日蛋糕，都怪爸爸不好，去送外卖了没有早点回来，让你被欺负了。爸爸，我没事儿，我就想捡点废品去卖，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跑这么多单了。我也不想看到你每天那么累，膝盖还疼。爸爸以后一定努力赚钱，让你过上好日子。爸爸，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爸爸一个人养我很辛苦，三星堆面具让我能够透视。大人们说古玩街有值钱的东西，我可以利用这个能力去古玩街捡漏，赚很多很多钱，让爸爸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只有这个木雕会发光，应该是一件宝贝。我可是明朝时期的宝贝，朱元璋还把玩过，竟然沦落到地摊上被人贱卖。有没有有眼光的把我买走？看来只要我看到发光的，都是值钱宝贝。小朋友，我这摊上都是古董，没有玩具，这你能看得懂吗？叔叔，这个木雕好可爱，多少钱？这木雕啊，可是好东西，你要喜欢，我给你一口价，5000块。叔叔，我就是看木雕可爱，想放在房间当个玩具，最多300块。哎呀，小姑娘，你砍价也太狠了，300块，连成本都不够呢。这样吧，我看你们呀也是诚心想买，给你个最低价，3000，你不能再少了。叔叔真的太贵了，我们真的没钱，最多出500块，再多的话，我们就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了。哎，小姑娘，别走啊！这玩意儿就是我从垃圾堆里捡的垃圾，500就500了。哎，行吧行吧，看你这么喜欢，500就卖给你了。爸爸，付钱。哎，好，来。到账500元。这小朋友才6、7岁，就想来古玩街捡漏了。如果真能捡漏，大家早就发财了。爸爸，你是不是觉得这玩具不值500块？无论多少钱，只要悠悠喜欢，爸爸都愿意买给你。爸爸，我觉得这东西绝对亏不了。前面有家古玩店，我们去问问。好。老爷爷，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木雕值多少钱吗？哦，小朋友来出售古玩的还是第一次，来，让我看看。小朋友，你这木雕可了不得呀！这木雕怎么了？这是一件明代的珍品，工艺精湛，而且保存的呀十分完整，市场价值最少值10万呢。小朋友，你这是从哪来的？我看这木雕好看，让爸爸花500块从地摊买的。哎呦，这小朋友眼力厉害呀！这样，我花10万块钱，你能把这个木雕卖给我吗？可以。哎，行。爸爸收钱。
好，转过去了。大账，女儿花500块钱买了的木雕，竟然卖了10万。哎呀，悠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木雕值这么多钱呢？爸爸，我也是碰运气的。我觉得这个木雕看起来很特别，就想买下来试试。没想到真的是个宝贝。悠悠，你真是咱们家的福星。走，咱们回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要用自己的能力让爸爸过上好日子。小面具，谢谢你让我透视，以后我要赚更多的钱，买个大房子，这样我和爸爸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家伙，想要赚钱买房子，可以帮我找个安身之所，不仅能获得金钱，还能增加你的灵力，让你的透视能力更强。让我的透视能力更强大，那可以去老爷爷的古玩店，那里收集很多古玩。爷爷，悠悠，又有什么宝贝拿给爷爷看？爷爷，我想把这个面具卖了，您看看能值多少钱？悠悠啊，你这是从哪里捡漏过来的？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哎呀，你可真厉害！哎呀，这可是极具研究价值的3星堆面具，我可以出100万。这面具都生锈了，还能卖100万呢？你懂什么呀？这个100万绝对值。悠悠，你可以把这个卖给我吗？这里有好多我的伙伴，我喜欢这里。我愿意。来，拿着，这个是100万，以后再有好宝贝，还拿到爷爷这来卖，好不好？好。感觉身体好舒服啊！你帮我找到了主人，这道灵力能够增强你的体质，可以让你每天透视5次。太好了，不仅让我增加了体质，还有钱买房子，和爸爸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哎呀，悠悠，你竟然又捡漏了，古董赚了100万，你真是爸爸的小棉袄啊！悠悠只是不想爸爸太辛苦，现在有钱了，爸爸，我们去买个房子，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好，那咱们就去买房子去喽，走喽！欢迎光临，二位，你们是想买房子吗？我这儿的房源应有尽有，一定会满足你们的需求的。对，我们就想买个能住的房子，然后离学校近一点，最好能宽敞些，最好是价格能便宜点。哎，好的，正好啊，我手里有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好啊，走。哎，大哥，来看看这套房子。虽然说是在老城区，房子有点旧，但是好在它周边设施比较齐全，距离学校也比较近。最重要的是价格比较优惠，只要50万。这房子有点破呀，是不是不值这个价呀？这里面有大哥一个宝藏。地段这已经是最低价了。爸爸，快来！这房子更不再看看了吗？妈妈，这房子好破啊！是啊，这房子能住人吗？我们可是想买一套能升值的房子，这种老破小肯定会贬值的。就是，这房子白给我们都不要，我们还是去看看其他新楼盘吧，那些才值得我们投资。爸爸，我觉得这套房子挺好的，爸爸，我们就买它吧。可是这房子又老又破的，而且还不一定能升值。悠悠，咱们攒钱不容易，不能随便花。爸爸，你就相信我吧，这房子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它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价值，以后你就知道了。大哥，这女孩眼光不错，说不定啊，这房子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最重要的是，现在买比较划算，等过了这段时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划算的房子了。好，那既然悠悠喜欢，我们买了。哎，好。这人呐，真傻，这房子肯定贬值，明看是亏本买卖还要买。就是，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要买这个破房子。
从现在开始，房子就属于你了。爸爸，拿着工具跟我过来。这破房子能挖出来什么稀罕物啊？我看这盒子最多值2块钱。哼！我去，还真有宝贝！我感觉到灵气的浮动，这是3星堆的古玩。不可能，这破房子不可能有宝贝。哼，我看就是没人要的垃圾。哼！我才不信这是宝贝呢！其实我的副业是研究鉴宝，虽然不太想承认，但那手里确实是价值不菲的宝贝。爸爸，我们去找周爷爷，把东西卖了换钱。好，行。周爷爷，我们来卖东西了。我师傅周老有事出去了。小娃娃，我这儿呢是古玩店，不是玩具店。我们这儿只收宝贝，不收玩具啊。我就是来卖宝贝的。是啊，这位小哥，你先看看这东西，再下定论吧。我看看啊。哦呀，这竟然是3星堆玉璧真品。看他俩穿着打扮，应该不知道是真的。这次发财了，嘿嘿，我李大眼儿终于不打眼儿了。你这件东西啊，是假的。啊，这是我跟爸爸在房间里面挖出的宝藏。是啊，你再好好看看呢。这玉璧的边缘有打磨的痕迹，这是古代没有的技术，而且嘛，整体泛黄，也不符合特征。总体来说，这件东西是赝品。哎，这样，这东西你们留着没什么用，我出100块钱啊，卖给你，就当留个纪念。这东西是我们家悠悠费好大劲挖出来的，而且我们家悠悠说是宝贝，你却说是赝品，那我们不卖了。哎，你这小娃娃懂什么？你们先别走，这东西在你们手里一文不值。这样，我再加200块，这钱够你女儿买好多玩具了。不卖。你这人怎么回事？不卖你还想买是吧？这东西，你如果今天不卖给我，以后这条街你都别想卖出去1件。不许欺负我爸爸，走开！等着啊，你给我等着！来人呐，快来人呐！哎，大伙儿，给我评评理啊！这小姑娘想把这个赝品以真品的价格卖给我，还好我慧眼超群，我看她年纪小不容易，我愿意出300块钱来买这个一文不值的东西。我这好心出来相劝呢，哎，他们还不领情。这小姑娘怎么能坑人呢？别人都愿意花300块钱买她的东西了，还不知足。是啊，这小姑娘300块钱足够她生活好几天了吧？这家古玩店的老板平时做生意很讲诚信的，遇到这种客人出门肯定没看黄历。只要拿到这件3星堆玉璧，我就再也不愿意看不见死。往后的日子，平步青云。你这个人，
我不卖你就改抢，抢不到你就混淆是非，你可真够无耻的！我就不卖给你，假的我也不卖给你。先给我看看。先让我看看。大眼儿，说一下怎么回事？这父女俩拿个破玉片说是宝贝，我出300块，他们还不卖。小悠悠，把你的宝贝给我看看吧。爷爷，我相信你。这玉璧质地温润，饱含历史风霜。虽然边缘有一些破损痕迹，但是不影响其价值。这真是稀世精品啊！我郑重地向2位道歉，学徒行为是我的失职。今天我在大家面前以家法处置大眼，扣除半年工资，并抄写唐宝阁鉴宝经书500遍，如有下次，开除处置。小悠悠，你这次可是捡了一个大宝啊！这可是稀世的3星堆文物玉璧，我愿意以350万收购，你可愿意啊？就这破玉片是真的，还值350万？感情是这小哥想捡漏2人，真是太可恶了。这小姑娘看着也就6、7岁大，都能挖出价值连城的宝物了。我喜欢这里，我想在这里安家。我愿意。来，这里是350万，给你。以后再有宝贝，还来爷爷这儿。熟悉的感觉又来了。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主人，这道灵力又增强了你的体质，可以让你每天透视10次。漂亮，增加到了10次。我和爸爸的好日子正在一步接近。悠悠，你真是太厉害了！不仅让爸爸买了房子，还挣了300多万。爸爸，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好，爸爸相信你。你先歇息吧，爸爸去打扫卫生。悠悠，你觉不觉得这房间里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一张你的书桌，还有一张你的公主床。爸爸，我也觉得你少了一个喝茶的桌子。哎呀，爸爸，我们去买家具吧。好，我们去买家具去。走喽！这俩人逗我玩的吧？身上有钱嘛就过来买东西。欢迎光临，你们看看可以，不要碰我们这边陈列的商品，我害怕你们赔不起。你不要小看我们哦，我们要买很多东西。是的，我跟我女儿需要买一张书桌，一张茶桌，还有一张公主床。就这套茶桌多少钱？这款是高科技舒适茶桌，售价5万2。行，我要了。这张公主床多少钱啊？哦，这张是德国工艺高级公主床，售价12万。行，要了。这张茶桌里有物体在发光，一定是宝贝。你好，姐姐，这茶桌多少钱？这张木质桌子虽然价格昂贵，但是用料却不值这个价，还是我们家的大堂经理。今天把它卖出去，领导一定夸我。小姑娘，你真有眼光，这是我们这儿的镇店之宝，海南上等精品木料，老匠人纯手工打造，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呢，售价仅需20万。爸爸，我要买这台桌子。这张桌子被店家放在角落里都落灰了，估计卖不出去，就剩这一张了。但女儿想买，这个茶桌一定有过人之处，拿下。行，那都一块买了。来，小马。这俩人不是过来
逗我玩的吧？我就不信这俩冤种银行卡里有这么多钱。这父女俩一看就是普通家庭，没钱还要在这装逼。而且那个桌子无论是工艺还是外观，都不是这个价啊。是啊，这小姑娘执意要买，小孩子不懂事就算了，大人也跟着败家。成功支付372000元。什么？真的扣款成功了？不过这两个大冤种把我们大堂经理买走。爸爸，那个茶桌里面有宝贝。爸爸，你看。天啊，乖女儿，你果然没有一丝让我失望。玲玲又来了，而且这次我一点都没有累的感觉，太好了！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能力让爸爸过上好日子。这小姑娘太神了，不过她手里的金子看着不是真的。花大钱买个破桌子，能是真金就怪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狗头金打造的金杖吗？完了，它这个确实是金的，而且还是狗头金打造的纯金金杖。我之前在金店上班，我就专门培训过关于黄金的知识。爸爸，明天我们去找周爷爷卖宝贝。遵旨，我的小公主。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爷爷，我又找到了一个宝贝。小悠悠了不得，来，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宝贝。周老，我听别人说这玩意儿是狗头金做的。哎呀，那人说的没错，这确实啊是狗头金做的。不过它的全名啊叫三星堆啊金箔木杖，它是由那个金条啊经过千锤百炼打造成的金箔覆盖到这木杖上面，又因为这木质极易腐烂，所以能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属罕见呐。这老夫也是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如此宝物，乐哉呀！那听您这一介绍，那肯定价值不菲吧？此宝物啊乃世间珍品，传闻啊是蜀王遗世的权杖，极具研究价值。我愿意出800万。小悠悠，你愿意卖给我吗？愿意。我看到这里有我的好多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周爷爷，我愿意。周老慧眼识珠，我家悠悠呢也特别喜欢您，这东西给您啊再合适不过了。哎，好。小悠悠啊，林老弟，这里是800万，您拿着，然后顺便啊来帮我看看我店里的宝贝，帮我品鉴。好温暖，感觉自己充满了力气，视力也超级清楚，继续加油！一定要赚更多的钱，让爸爸过上好日子。周老板，我这儿有一件稀世珍宝，你想看看吗？这就是传说中能买下1半港城的港城首富李半城吗？哎，这不是港城首富李总大驾光临吗？周老久负盛名啊，听闻你这个藏宝阁的藏品那是数不胜数。小弟这次前来携带的是明代官窑青花，想与你结缘。不错，此乃明朝宣德年间官窑打造出的精品，而且只用了上等的涂料，极具收藏价值。我愿意出2000万，不知道李总您可愿意出啊？这宝贝没有发光，一定是赝品。周爷爷是个好人，如果周爷爷买下它，一定会吃亏。我要阻止他上当。藏宝阁鉴宝能力不过如此。此罐本就是我公司利用高仿技术研制出的实验品，看来相当成功啊！周老，既然愿意结缘，那我就把这罐卖了。好，哎呀，李总果然爽快，我这就给你打钱。爷爷不能，爷爷这个瓷器是假的，不能买。哪儿来的野孩子？竟然说我这东西假的？难不成周老的眼光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呀？李总，您别生气，小孩子说话口无遮拦的，您别介意啊。
好女儿，那可是港城首富，咱们老百姓可是惹不起啊。周爷爷是个好人，就算他是首富，我也不想让周爷爷受骗。这瓷器就是假的。小悠悠说他有问题，可老夫从质地光泽来看都是真品。但小悠悠几次捡到宝贝，没有一件是赝品，眼光极其精准，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小悠悠啊，这刚才我端详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你倒是说出一句啊。对，哪里是假的？那你就说出来。如果说不来话，今天我定让你们父母吃不了兜着走。这件青花瓷虽然是试验品，但层层仿古工艺，加上独特的调色，周老都看不出来，我就不信这个小娃娃能看出来。哼，我就是假的，我的花纹、龙纹都不对，内部还有打磨的痕迹。原来如此，说就说，明玄德青花五爪龙王冠有3点可以证明它是假的。第一点，这个瓷冠上的这龙纹姿态笨重，并不灵动，明代龙纹特征应该是姿态生动，充满威严与力量的。第二点，这个瓷冠的青花色不对，明代青花的特征是青花发色明亮而深沉。这。第3点，这个冠体内部有些许打磨的痕迹，因为技术太好，也效仿着明代的特征，所以不好发现。全对，这3点全对。李总，虽然这个小娃娃年龄尚幼，但是他近日拿来的宝贝可都是真品，而且价值不菲。经过小娃娃的举证和我的验证，确定这个青花瓷赝品无疑。李总可有说法？对啊，我女儿虽然年龄小，但她从不说谎，我相信我女儿说的话。周爷爷不要买，他是骗子。小娃娃眼睛那么邪性吗？试验品做出来后，请了10位国宝级的专家都没有鉴别出来，今天倒是被你看出来了，有意思。周老，这件藏品呢，是我李氏集团从海外竞拍得来的。我本来想着呢，这国宝回归就想与你结缘。既然你相信这个小孩子的话，用它质疑我，你质疑我也可以，但是你质疑这件宝贝，那就是质疑我李氏集团。李总言重了，我已经证明这件藏品是赝品无疑，但是我的话不是权威。李总既然想把这个藏品给送回家，有这份决心，那就去其他铺子去看看。我这店小话轻，请您其他地方看看吧。好，既然你这妙想，那我就不打扰了。有眼不识泰山。哎呀，小悠悠啊，你真是我藏宝阁的福星啊！不仅让我没有受骗，还让我狠狠羞辱了那李半城一番，真是太爽了。是，还真是出了口恶气。虽然他是港城首富吧，但这老百姓可都知道，他那钱可是坑蒙拐骗骗来的。我呸！到账100万元。周老，您这是？林老弟啊，这是小悠悠的鉴定费。他不仅让我保下了2000万，还让我狠狠地羞辱了李半城一番。所以啊，你呀就别再推辞了。爷爷，这太贵重了。小悠悠啊，你要不收下，爷可就生气了。好，那就太感谢了。林老弟啊，有这样的女儿，以后恐怕福禄遮天呐。对了，我下午有个拍卖会，以小悠悠的眼光捡漏几件宝贝啊，肯定是没问题的。小悠悠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可以捡漏，那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让爸爸过上富裕的生活了。周爷爷，我去。不过我这邀请函只有1份。林老弟啊，你放心悠悠跟我去吗？周老，这几天相处呢，我确信您是个好人。悠悠呢也很喜欢你，所以交给你，我是100%放心。乖女儿，这卡你拿着，如果钱不够的话，让周爷爷跟我说。我正好回家收拾屋子。放心吧，爸爸，我们可以成功捡漏，赚更多的钱，让你过上好日子。还有你出门在外，一定啦，林老弟，不要婆婆妈妈的。这悠悠的安全啊，就交给我了，钱在我这儿不是问题。行，
这也不早了，车就在外面，要不我们现在就过去。哎，好的，周爷爷，我们出发吧。爸爸，不用担心我。走吧。哎，你慢点，别摔着了。来。先生您好，未成年禁止入内。小青瓜蛋子，哪里来的规矩？我们是有邀请函的。先生抱歉，因为今天是拍卖会，考虑小孩子没有资金实力，人多害怕走丢。他是新来的，说话直来直去，您见谅。是不是证明我有钱就可以参加了？按照会场规矩是这样的，需要向您验资，最低300万元。资产余额800万。喏，这里有800万，我爸爸那里还有钱。不是吧？这小女孩看着也就6、7岁，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完了完了，刚找到的工作估计又凉了。这小女孩看起来不简单呐，看着上小学的年龄，这一下拿了800万。这小子真会看人下的脸，这下连打得砰砰响。我是他的爷爷，藏宝阁的老板，他钱不够我还有。你还需要向我验资吗？不需要，不需要，您请进。悠悠，这次拍卖会是咱们内部组织的，据说啊，个个都是精品，但来的呀也是各行各业的翘楚，眼力啊都非同寻常。这爷爷就全依仗你的本事了。放心吧，周爷爷，这次我一定能捡到漏，然后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哇，好漂亮的阿姨呀！如果她是我的妈妈就好了。周老，好久没见了。周老，这个小姑娘是？这个小娃娃是我藏宝阁的福星，这段时间啊，连续捡了很多次漏，这眼力非凡，连老夫啊都自愧不如呢。小朋友，我叫苏静，你叫什么名字？你好，苏阿姨，我叫悠悠。嘴还真甜，那阿姨今晚就看你的本事了。苏阿姨，如果我捡到漏了，也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要求还真多。如果你真是今晚捡到最多的人，那阿姨就答应你。不过你先告诉阿姨是什么事情。保密，结束后你就知道了。行，你跟我见过的小孩子都不一样，阿姨答应你。拍卖会即将开始，请各位入座。让我们隆重欢迎此次的特邀嘉宾以及赞助商李半成先生。周爷爷，这个讨厌的叔叔怎么来了？我也是听说拍卖会有个赞助商，没想到是他，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我们还真是有缘呢，周老板。没想到你把这个小孩也带过来了，难不成这个小孩的眼力比你还好啊？悠悠的眼力你也见过，我邀请他当正式嘉宾，有问题吗？没问题。希望这个小孩的眼力还是那么好，能在拍卖会上捡漏。接下来有请第一件藏品，商代晚期泥塑陶珠。此件竞品来自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材质为泥塑，造型奇特。相传三星堆的文物都是外星人的作品，但其实它来自商朝晚期，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极高，起拍价80万元，每次加价10万元。这个猪看起来跟存钱罐一样，还是泥塑的，起拍价都80万。哎呀，你们拍，我不拍你们拍。过人之处，不然80万就买泥巴回去。悠悠，你对这个竞品怎么看？这个猪的肚子里在发光，肯定有宝贝。周爷爷，我感觉这是一个宝贝，我想试试。行，你来吧，我相信你的判断。90万。哼，感情这小娃娃是来搞笑的，90万买个泥巴猪，哼，接下来可有好戏看喽。全场只有这个小朋友出手了，有意思。不过这件东西不适合我就不出手了。刚进门的时候还以为这小姑娘对古董颇有研究，现在看起来只不过是人傻钱多罢了。
这个猪，我女儿肯定喜欢。完了，100万，110万，120万。悠悠，直接交200万。我出200万。小朋友，一个你一爸做的猪，你出200万，我真服你了。200万1次，200万2次，20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小朋友。200万卖给你一把猪，小鬼，牛逼呀！古董行业需要老道的经验和资金的雄厚，可不是小娃娃想碰就能碰的。是啊，小朋友，我劝你听人说什么？现在是我的话，就只卖200万，赶紧回家吧，认个错，或许就不会挨打。哎呀，这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哼，美女姐姐，你可以敲碎这个小猪，拿出它肚子里的东西吗？小朋友，此件古董是你花200万买下的，你确定要敲碎它吗？我确定。此青铜残剑为青铜神树的残剑，恭喜这位小朋友。小悠悠的眼光果然没问题，是佩服。这个小朋友不是这么简单。身体突然好温暖，本来我都打瞌睡了，现在好精神。什么？青铜残剑，还是青铜神树的残剑？小朋友是怎么看出来的？简直就是神人！真被这小朋友捡到漏了。这件青铜器虽说是残剑，少说也要500万了。不过是碰巧一次罢了。一个青铜残件能值多少钱？我愿出600万。我愿意出600万买下此物品。什么？600万？既然青铜神树愿意跟着这个叔叔，那就卖给他。叔叔，我愿意卖给你。好。一来一回就赚了400万，此娃后生无可限量啊！谢谢小朋友，我一定会珍藏好此物品。悠悠，你是怎么发现这里面有宝贝的？周爷爷，因为泥塑粘上锈迹会发黄，而我刚才看到小猪的底部有黄色的锈迹，所以就猜到里面有青铜器了。还是悠悠的眼光好啊，这我都没有发现。哎呀，还是老了。小朋友真厉害，你离我们的赌约又近了一步。美女阿姨可不要耍赖哦。现在拍卖会继续，有请第2件竞品。此竞品为唐三彩马，做工精益，是唐三彩中的精品，起拍价500万元，每次加价50万元。我就是为了它而来，只要拥有它，我们集团科研部门将又有新的研究对象。只要成功复制出来，投入生产线，再加上运作流入古玩市场，我就能成为整个华都的首富。550万，600万，650万，700万，750万。这个东西没有发光。哼，这个坏叔叔处处欺负我和周爷爷。既然他第一个出价一定是志在必得，不如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出800万。小娃娃敢跟我抢东西，就算你刚才赚了400万，加上验资800万，你也就不过1200万。走着瞧吧，1000万，1200万。恐怕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小娃娃。真的不愿意跟一个小孩抢东西，奈何本人实在太喜欢这件藏品。1300万
目的已经达到，等你拍下后才会发现自己有多么愚蠢。虽然价格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但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极高，又很符合静心阁的高端路线，我一定要拿下。1400万。看来苏小姐也喜欢这件拍品。这件竞品确实符合我的身份，见谅了，李总。1500万。冰妮阿姨，这件宝贝是假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不要继续拍了。我刚才是为了给那个坏叔叔抬价。这个小朋友能被周老青睐，又在第一回合成功看中那有乾坤的宝贝，10分钟捡漏几百万，不如信他一回。还有要竞选的吗？1500万1次，1500万2次，1500万3次，成交！恭喜李半成先生。非常高兴能拍下这件唐三彩，本人以及本人的集团呢，对青花和唐三彩那是十分的喜爱。对这次没有拍上的这个小朋友，还有美丽的苏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一声抱歉。你这个宝贝有问题。小朋友，信口雌黄也不能胡说八道，在这里说话是要讲究证据，否则今天带你来的周老，在今天会得罪整个古玩街的所有人。既然李总提到老夫了，那我就说两句。我旁边的这个小娃娃是我藏宝阁的福星，我相信他的眼光。如果他今天没有证据的话，那我周某和藏宝阁就正式退出港城古玩。这个小娃娃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敢招惹李首富。哎呀，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小姑娘太能了。这下有好戏看了。这古玩界的前辈周先生公开站队，据我没记错的话，他已经10年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言了。周老竟然帮着小孩说话，有意思。好，既然周老都放话了，那我肯定要给小朋友一个面子。来，小鬼，你说说，这个东西哪里有问题？说就说，这件小马虽然外形很逼真，但是缺乏马的神态。用我们语文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只见其形未见其神。小鬼，你读书少呢，我不怪你。这件唐三彩的造型呢，雕工娴熟，雕刻精细，处处都透露着一种内在的美。不愧是李首富啊，对这件唐三彩颇有研究，在下佩服佩服。这宝物不管是从造型还是从刀工上来看，都是唐三彩出的精彩之作。这个东西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值啊！哎，李某呢，只略懂一二。失敬，失敬。情况不对啊，就看悠悠还有没有别的证据了。难道说这次小悠悠真的打眼了？叔叔，我能拿着这个宝贝仔细看看吗？哎，小心点儿，把你卖了也不够赔。叔叔，你说这个马儿的造型有真实美，但它的线条生硬，没有灵动。而且这个马儿的酒窝尺寸不对，真正的宝贝酒窝应该比眼睛大，而这个宝贝酒窝跟眼睛一样大，而且它的腹部没有细小旋纹，但真正的宝贝就有。这小姑娘怎么懂那么多？难不成我真的打眼了？哎呀，真是，这小姑娘说的全对啊！这个马各个部位都很精细，但听小姑娘这么一说，确实线条还差点灵韵，肌肉也略显僵硬。
不愧是小福星啊，这眼光敏锐程度啊非凡，这么小的细节都能发现，老夫真是望尘莫及啊！神童啊，连我和周老都没有看出来的破绽都能发现，他不让我拍下，帮我避免一大堆损失。假的，真是假的！你们懂什么？一群有眼不识泰山的玩意儿！哼！现在拍卖会已结束，感谢各位的到来。悠悠，你真是个鉴宝奇才啊！周爷爷看好你。话说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厉害，什么都能看得出来，而且还说得头头是道呢。这些都是那个赝品告诉我的，可能我真的有天眼吧。周爷爷，我想爸爸了，我们回去吧。走，来。小悠悠，你可真厉害。阿姨说到做到，你让我答应的事情是什么？苏阿姨，从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你了，你像一个仙女。我想让你做我妈妈。我做你妈妈？那你爸爸妈妈呢？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和我相依为命。但是我刚才看到苏阿姨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小悠悠，非常抱歉，阿姨没办法答应你。不过，如果你爸爸没有喜欢的人，没准儿阿姨以后有机会做你妈妈。那好吧。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人，但是阿姨也很好，而且很有钱。我要努力帮爸爸赚钱，让他配得上阿姨。悠悠啊，真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感情不能强求啊。我知道，我相信。如果阿姨见到我爸爸，一定会喜欢他的。这样，悠悠，阿姨的静心阁新到了一批古玩，你鉴定这么厉害，有没有兴趣帮阿姨鉴一鉴？到时候可以带你爸爸去。苏阿姨，我愿意，明天我就带爸爸去阿姨的静心阁。好，那我们明天去静心阁见吧。苏阿姨啊，人美心善，好多追求者是富家子弟，所以你得让你爸爸好好用心哦。周爷爷，放心，有我在呢。行，你这个小大人，走。喂，给我调查一下那个叫悠悠的小姑娘。对了，还有藏宝阁老板周培。哼，周培，还有那个野孩子，给我等着瞧！来吧，悠悠，有没有给周老师添麻烦呢？哎呀，当然没有了，爸爸，我还赚了400万呢。真的吗？哎呀，这悠悠啊，真是小福星。哎，我在店里有事儿，就先回去了啊。哎，对了，林老弟，你女儿啊，给你想老婆呢。啊？行，那我先回去了。哎，拜拜。周爷爷再见。慢走啊。哎呀，回家了。哎呦。爸爸，明天陪我去给一个新认识的美女阿姨鉴宝，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她超级超级漂亮。可是爸爸只想跟悠悠好好过日子。可我觉得那个阿姨真的很好，想让她当我妈妈。那好吧，那明天爸爸陪你去。现在收拾一下睡觉，好不好？好。走。周爷爷，苏阿姨。悠悠。这就是悠悠说的静心阁吧？真气派。你好，李先生，我是静心阁的老板苏静，
前2天和悠悠是在拍卖会上认识的。他这个小家伙脑子机灵得很，是个小福星啊。爸爸，我说的美女阿姨就是她，漂亮吧？啊，悠悠，你说什么呢？哦，悠悠她喜欢开玩笑，她老是和我说你很漂亮。谢谢。悠悠的爸爸挺有趣的，长得还挺俊俏，跟悠悠长得也像，但跟悠悠的性格不太一样。怪不得悠悠说想让她做妈妈，确实很漂亮。悠悠，开始给阿姨长长眼吧。对了，悠悠，你帮阿姨看看，这3件宝物是前段时间刚过来的。这一件是从缅国收来的翡翠玉石，悠悠，你看看这个。哇，好好看的石头，在发光，一定是个宝贝。这石头是一个顶级翡翠，外表润滑，内里没有裂痕，至少是玻璃种。没错，全对。悠悠说喜欢的一定没有问题。这个盒子有问题，这个项链有问题。这个据说可是南非出产的顶级钻，苏老板貌似花了巨款淘来的。悠悠，你来说说怎么有问题了？这条钻石项链是我从南非托人花了大价钱，这个发的光不是彩色的，而且用手摸的话应该会是黏黏的感觉，因为真钻石对油腻有亲和性，而且摸起来是光滑的。我就知道这个钻石有问题，就不应该让李半城经手我的东西。确实，悠悠说的没错，是阿姨打眼了。这第3件啊，是和田玉籽料，1克高达几万。悠悠，你好好看看。哇，这个好好看，而且这个是真的和田玉。苏阿姨，真的宝贝啊，这个是极品的和田玉籽料，你赚大了。谢谢悠悠啦。周老，果不其然，这3件物品只有李半城经手的钻石项链是有问题的。看来咱们之前的猜测全都是真的。这个李半城的李氏集团一日不倒，这港城的假货就会一直不断。这种种证据表明，这他的公司全是生产这种高级仿品来坑害我们这些古玩人的，以此来敛财，简直可恶可恨。周老，这个李半城是不是之前卖你假货那个人？他现在还在坑害苏小姐。没错，李半城一直背离你，用这种办法敛财。我和爸爸还有周老一直在持续收集证据，希望能扳倒李半城背后的参天大树，还古玩界一片清明。这次请悠悠来鉴宝，也是为了证实我们的想法。原来是这样，我们一定可以打败坏叔叔。支付宝到账200万元。苏小姐，这是……拿着吧，这是悠悠的鉴宝费。可是这也太多了。林先生，收着吧。这悠悠的能力这么厉害，这以后还指着悠悠帮忙呢。行。苏阿姨，你不仅人美丽，出手也大方。悠悠，你小嘴可真甜。悠悠啊，你等会儿去爷爷那边也看看呗。我总感觉最近收的货呀有问题。周爷爷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出发吧。是啊，周老之前照顾我和悠悠，帮个忙也是应该的。行，那我们走吧。那你们先去吧，晚点再联系。好。又是你们俩，真是扫把星！上次就是因为你们，你说谁是扫把星？这2位是我的贵客，你最近收的货呢？
哦，就在这儿。悠悠，看一下。爷爷，你架子上的宝贝有点问题。是吗？哪件？这个。啊，这也能看出来？他们有什么证据？我就不信次次栽在他手里。师傅，你别听他乱说，我收过那么多果儿，没有一件是假的。这小娃娃就是想挑拨咱们关系，上次也是。不是你怎么说话的？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女儿。上次可是你要抢我们东西，人大伙都看着呢。我给你郑重介绍一下，这位小朋友是我们藏宝阁的福星，他的眼力啊比我还准，他说是假，8成就是假。悠悠啊，你说说这幅画的问题。这幅画的用料是纸料，而从选材到笔墨和落款来看，这个时期的画用的应该是绢料。周爷爷，你可以看看它开裂的地方。没错，这外面看着是一层绢料，但是开缝的地方中间夹杂着一层纸料。这幅画的笔墨用料也是不对的，如果用水滴上去的话，正品会挂在上面，而赝品会顺画而下滴落。他一个小娃娃懂什么？别听他乱说。快去！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哎呦，师傅，我错了，我一时打了眼，我怕您责怪，才想着糊弄过去。天真、愚蠢、糊涂！哎呦，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念在你我相识一场，这幅画我就不让你赔了，赶紧滚！山高水远，别再重逢。周培，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后悔！你给我滚！哼！他刚入行的时候身无分文，我看他可怜，就让他拜在我的门下。本来想着他能在古玩这条路上发扬光大，其实他心不坏，但是总想着投机取巧，哎呀，难免会被人利用。希望不要酿成什么大错。周老，这通过一件事能看清人的本质，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吧？我相信以后这藏宝阁会越来越好。爷爷，你还有我呢，我可以帮助你。哎，对了，悠悠，我这打算把你聘请到店里面做个顾问，工资你定，你看意下如何？周爷爷，我还要努力上学，成为爸爸的骄傲。我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来帮你鉴宝，等我捡到漏了，我也会拿过来卖给你，怎么样？好。悠悠，你一直都是爸爸的骄傲。好，非常好，不愧是藏宝阁的福星啊，说的头头是道啊。哎呀！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抢民男呐！哎呀！救命啊！我调查过你，你跟周培很多年，精通各种古玩，但是你这个人呢，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爱占小便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收假货被周培赶了出来吧？去！哥，我认出你来了，你是李首富，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找我麻烦呢？行了，既然被你认出来了，我也不跟你废话，跟着我，工资翻倍。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扳倒周培，
和那个小女孩。哦，原来是这样啊！行，我答应你。两位，这次给你们选的店铺特别的幸运，昨天才刚刚搬走的。这个黄金位置特别的紧俏，来，过来，来这边看看。你怎么会想着买店铺啊？爸爸，我想让你开一家古玩店，那样我可以帮你赚很多很多钱，然后你可以拿着钱去娶苏阿姨了，把她接来当妈妈。苏阿姨这么漂亮，爸爸肯定会喜欢的，对不对？悠悠，那我们就要一起努力赚钱，把阿姨娶过来。可是悠悠，开古玩店咱们也没有经验。我已经跟爷爷说了，他很看好我们的古玩店。哎呀，悠悠，你真是我们的骄傲。你们的父女情还真是让人羡慕，有这样肩膀能力的女儿。等拿下这家店铺，你们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的。谢谢。姐姐，我带人来看房子来了。我说你这中介怎么回事？什么样的人都往我店里领？他俩像有钱租房子的样吗？一股穷酸味。奶奶，我们是买不是租。你说谁奶奶呢？小小年纪说话挺狂啊！我这可是黄金地段，租金1个月就要2万，买的话就要600万。对，就是买。姐姐，你可能误会了，这2位是我的老客户了。前2天刚在我手里买了一套房子，对，是全款。买了房子也不见得有钱买我的店铺，幸亏刚才多花了200万。真有钱买的话，我能狠狠宰你们一批。千真万确，姐，请你说话客气一些，我们是诚心要买。而且你这房子满地都是垃圾，空气里都是鱼腥味，也就地段好一些。你看这价格上能不能再便宜一些？就这穿着打扮，买完房子能掏出10万都了不起。哼，如果你们真想买，那我就给你便宜5万，当做清洁费了。才5万，我们可是付了全款的，没得商量余地。2位，听我说，这个位置确实很抢手，昨天刚刚搬空的，今天就已经预约了5波客户。因为我们是老相识嘛，所以今天第一个带你过来看。你们如果在这儿做生意的话，那可是得天独厚的发财地啊！这是在宝贝呀！爸爸，这个位置人来人往，做生意一定不会差。离苏阿姨的定心阁又近，我们就买这个吧。好，都听你的，就买这个。话别说那么早，拿出钱才叫本事。你们这穿着土里土气，能买下这套房，恐怕要了你们半条命啊！不许说爸爸。行啊，看你们可怜，再给你们便宜10万，550万把钱付了，我就不说了。2位和气生财，和气生财。你拿着，这是合同，一共550万。在这里签字，然后钱付到姐姐那里，这间店铺就是你的了。哎，支付宝到账550万元，钱转过去了，现在这是我的地方，请出去。牛什么牛？钱不一定从哪来的。恭喜2位喜得财神，以后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继续点我。好。爸爸，这里有宝贝。爸爸，中介哥哥说这里之前是卖鱼店，这个宝贝是大鱼身体里的石头，叫青鱼石。青鱼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东西。不过女儿说是宝贝，那就一定是宝贝。房东在吗？我们是来租房子的。不好意思啊，这房子我们已经买了。就你买下这家店铺，这可是黄金店铺，少说也要卖400万呢。
你们啊，还是从哪儿回来从哪儿滚吧。还有啊，这堆破石头你们也要带走，我可不想你们把这种垃圾留下来。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购房合同，我刚才已经付过550万全款了。不愧是冤大头啊，多花了200万呢。还好咱俩没买，是吧，老公？是啊，瞧他们穷的都在地上玩破石头了。这不是破石头，这是青鱼石宝贝。对。这些破石头可值1000万呢。小悠悠，你可真厉害，又赚了1000万。这不就是港城苏氏集团的掌上明珠吗？是啊，惹到苏家大小姐头上，这咋整？这个小女娃不仅认识苏家千金，还能把宝石都变成宝贝，我服了，惹不起我也赌不起嘛。不好意思啊，多有打扰。既然这家店铺已经被买下了，那我就先走了。苏阿姨，你怎么来了？听周老说的，正好我要去店里，就顺路过来了。苏女士，你刚才说这块鱼石它真的值1000万吗？只多不少，这青鱼石个体醇厚，个体巨大，至少是100年的青鱼产出，世间罕见。小悠悠，你有没有兴趣卖给苏阿姨啊？阿姨出1000万。当然可以，苏阿姨。支付宝到账1000万元。苏阿姨，我们的店里可以放石头吗？这是绿色、黄色、白色那个。你说的是翡翠、和田玉，当然可以啊。可是我们去哪儿买？你们可以去咱们港城最大的玉石市场——黄石市场去看看。以你的眼力，绝对稳赚不赔。爸爸，我们去吧。好。喂，派一支装修队来我发的位置。你们先去吧，我店里还有事。至于这家店铺的装修，就交给我了。这怎么好意思，苏女士，你已经帮了我们这么多了，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缺钱了。你们的钱就留着进货吧。至于这家店铺，我可是看在小悠悠的面子上，要谢就谢悠悠吧，李先生。那悠悠，快谢谢苏女士。那就多谢苏女士和周老的鼎力支持了。谢谢苏阿姨和周爷爷。来了，二位眼光不错，我这儿的石头可是从缅国矿出土的，个个都是老皮透色。你们看这块石头无裂无伤，不管是皮壳还是发色，最起码玻璃状，而且是翡翠纹，300万。怪不得别人说赌石赌命，穷一刀富一刀。就是这种光，跟苏阿姨店里一模一样。爸爸，我要这个石头肯定能挣钱。一个小娃娃能懂翡翠，我好心给你们多拿开场的石头，你们就相中这皮质，打光都不行的下等货。小朋友，你也不懂翡翠，还是让爸爸挑吧。我给你们拿的都是容易大涨的翡翠。老板，我相信我女儿，我们就要这个，多少钱？有钱不赚是傻子。这块石头本就是边角料，放了1年多了，看都没人看。既然你们诚心要，200万不还价，再送你们现场解石。行。哎，你说这哥们儿到底懂不懂啊？他是不是傻呀？支付宝到账200万元。傻孩子，这块石头都放在这1年半了都没人买，你也不想想为什么？这俩人真是人傻钱多，这老板肯定要赚大了。这块石头都没摊出手上1半的好，不懂翡翠都敢来赌石。唉，又一个为赌石要破碎的家庭喽。感谢2位的提醒了，但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老板，我们就是这块，直接切吧。这下好了，
500万打水漂了。这块石头能有飘花，无纹无裂都算小赔了。我算是知道“坑爹”这个词的由来了。帝王绿，帝王绿大涨了！哇，好好看的翡翠！爸爸，我就知道这石头是宝贝。这就是传说中帝王绿翡翠。可为什么每次又都跳得极品琥珀呢？老板，我就说了要相信我女儿嘛。帝王绿，这整个黄市场一年都出不了几块。关键是这还是看起来6岁小女孩挑的。这何止是大涨，简直暴涨啊！这是我摊位上出的第一块帝王绿，没想到竟然是我最看不上的一块石头。二位下次再来，我也长长见识。谢谢老板，下次我们还来。哎，哎呦，走，再开个市场，走。爸爸，我想把这翡翠送给周爷爷和苏阿姨，他们肯定喜欢，也会挣钱的。他们帮助了我们，带我们赚了很多钱，我想报答他们。好女儿，知恩图报，爸爸答应你。这块石头苏阿姨一定喜欢，跟苏阿姨搞好关系，她就会当我的妈妈了。金，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给我滚出去。李总，成功了，您要的货研制成功了。拿过来。这个就是3星堆的顶级古玩呐，祭山图玉章，终于是做出来了。我这回请了港城最顶尖的高仿大师徐先生，配合我的古物研发团队，这仿制程度真是无人能及。你去安排一下，我要召开一场拍卖会。这件藏品就当是压轴拍卖，起拍价5000万。是。李总，你找我？大爷，哎，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这是3星堆的宝物啊，祭山图玉章。据说只有资料器材，还没出现过真品。原来在李总你这儿。哎，李总，恭喜啊！恭喜恭喜！没错，但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个东西是我花了高价钱请到咱们港城的高仿大师徐先生，配合我的研发团队，通过参考资料与3星堆的文物共同研制出来的精品。还有，我明天准备参加鉴宝大会，然后搞一个藏品拍卖出去，狠狠地赚他一笔。哦，明天拍卖会之前，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关系到拍卖会结束以后，我李家能否坐稳港城第1古玩集团的位置。苏家最近上升势头太猛了。李总放心，我愿为您赴汤蹈火。有病吧你？谁捣火？还有，你今天晚上派人去一趟苏家小姐的静心阁，从她那里偷一件宝物出来，这样拍卖会结束后就可以此事当作文章，就说苏家的经营出现了安全问题，
让苏家、谷家大跌，从此再无与我李家作对的资本。李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你有病吧你？啊，小点声，滚！好。哎呀，爸爸，苏静阿姨说我们的店铺已经快装修好了。太好了！周爷爷和苏静阿姨交代我们的古玩店在开业之前要找一个镇店之宝，所以他邀请我们明天去鉴宝大会看看。好，那真是让他们费心了。所以爸爸以后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让苏阿姨当我的妈妈。好，我会努力的。喂，周老，你说悠悠这孩子啊，就是太客气了，给咱俩送来了那么极品的帝王绿。悠悠这孩子心善，未来不可限量。另外那个林老弟啊，我看也是一表人才。你不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吗？不如跟林老弟试试，当悠悠的妈妈。周老，你说什么呢？我跟他可没什么关系。那我怎么感觉你对那个林老弟好像有点意思啊？要不然你怎么去给林老弟装修店铺呢？周老，我要关店了，信号不太好，我先挂了啊。爸爸，我看到那个脏丫头了，她竟然也来了。哦，就是那个捡垃圾的脏丫头。她爹还是个送外卖的。对，就是她。儿子，走，会会脏丫头和她那个没出息的爹，走。站住！又是你！哪来的小子，这么没素质？你。爸爸，就是他之前把我推到了地上，还要抢我的东西。哼！我告诉你们，我在港城有一家玉材厂，以我的实力，分分钟要你们的命。光天化日之下要我的命，你好大的口气啊！哼！你们还不知道吧？我背后靠的可是苏家，收拾你们这种送外卖的垃圾，易如反掌。你，赶紧给我儿子道歉，并且保证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我儿子面前，不然的话，你这个送外卖爹的工作就不保了。第一，我女儿不会跟你儿子道歉。第二，你说你背后是苏家，那苏家知道你这么仗势欺人吗？还有，你的儿子，整天都在欺负别人，他读过书吗？你，哼！敢跟老子这么说话，我打死你！李庞，你好大的胆子！敢跟老子这么说话，我打死！你动一下试试！哎呀！没想到啊，李庞，
你竟敢对我朋友动手，看我们苏家这2年把你养得太好了吧？苏总怎么也在？还说这个送外卖的是他朋友，一定是这个送外卖的废物，假装富商来拍卖会，想借机认识苏总。苏总，这个人是个骗子，能来鉴宝大会的不是全能眼见，那就是家底丰厚啊，肯定就是伪装了身份来接近你的。还有他这个臭女儿，也是小骗子一个。前段时间还在我们那里翻垃圾桶捡垃圾呢。闭嘴！你也别说我朋友，我告诉你，无论他们是何身份，也不耽误我跟他们是朋友。而你处处仗势欺人，我们苏家不和这样的供货商合作。苏总，苏总，喂，从现在开始，取消与李庞玉彩厂的订货单，并将李庞玉彩厂彻底封杀。苏总，苏总，哎呀！爸爸，你怎么了？小胖啊，小胖，你惹谁不好，非惹他们，咱们李家都被你害惨了。先生，请您离开，谢谢配合。走吧。就是那个小娃娃，最近古玩圈都在传他。我也听说了，眼力非凡。只要他说是宝贝，那就是价值连城。只要他说是有问题，那就一定是赝品。苏阿姨哥哥，谢谢你们。只要有阿姨在，就不会让你们有事。还有小悠悠啊，你送我的那块帝王绿，阿姨很喜欢。苏阿姨不客气。老师说了，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太感谢了二位，只要悠悠没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我也是喜欢的很呐。今天幸好有苏静和苏哲在。小福星啊，忘掉不开心的事儿，希望你今天能挑选一件心仪的镇店之宝。您就是最近古玩界疯传的悠悠师傅吧？悠悠师傅，可以收我为徒吗？我没看错吧？苏家少爷要拜那个小女娃为师？这苏家可是资产100亿的集团，在港城只有苏家能跟李家拜为主啊！这小女孩不简单啊！这位帅哥是？这是我弟弟苏哲，刚从国外回来，这不最近听说出了个小神娃，非要让我把他带过来，还说要拜你做师傅呢。悠悠师傅，只要你肯收我，我给你做牛做马，我有肌肉，能干重活。悠悠啊，既然是苏女士的弟弟，你就同意了吧？那好吧，我收你为徒弟。太好了，悠悠师傅。好，马上开始了，我们入座吧。古玩鉴宝大会正式开始，接下来有请第一件拍品。此宝物名为3星堆青铜立人头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头戴高冠，衣服纹饰繁复精美，乃为3星堆遗迹中的精品，起拍价5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小悠悠啊，等会儿你好好挑选。据说这次啊，临时加了一件神秘物品，据说也是来自3星堆遗址。没有发光。好的，周爷爷。好帅的青铜小人，550万，600万。哥哥不要跟他抢，这个宝物不值的。既然悠悠小师傅说不值，那我就不要了。李总出价600万，还有更高的价格吗？成交！恭喜李总获得3星堆青铜立人头像。悠悠，这不是古玩小神童吗？怎么没钱了？这件宝贝啊，我的小福星不喜欢，这李总出手倒是阔绰，就怕次次打眼啊。周培，跟我作对很爽吗？给我小心点！哼！
李总，这宝物不对呀。哎，我知道，这次参加电宝大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的东西卖出去，这叫抛砖引玉。抛的是这青铜立人头像啊，而引的就是我们这祭山图玉章。李总好计谋啊，属下佩服佩服。周培，给我等着！接下来有请第2件拍品。此件宝物也来自3星堆遗址。该黄金面罩净重97克，由纯金打造，如今仍金光闪闪，艺术价值极高，据说有镇宅纳财的效果。起拍价15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爸爸，我喜欢这个金面罩，我想让它作为我们店的镇店之宝。行，悠悠喜欢就好。小悠悠啊，这件金面罩喜欢吗？店里放金子，寓意很好。是的，周爷爷，我很喜欢。1600万，我喜欢金子，这东西我要定了。1700万，老王，你不要跟我抢，你抢不过我的。小神童那边都举牌了，这件东西肯定没问题。我说诸位，个个都是家大业大的，没见过金子呀。这下一件宝物可是李某带来的压轴宝物，大家不如攒点钱，留着进行下一件拍品。李总教训的是，既然李总说下一件是压轴宝物，我们一定抢。林大哥，上，钱不是问题。1800万，1800万，还有更高的价格吗？1800万1次，1800万2次，1800万3次，恭喜这位先生。爸爸，你真厉害！恭喜小悠悠啊，获得镇店之宝。恭喜悠悠。悠悠小厨房，恭喜啊！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次鉴宝大会的压轴藏品。是什么？嚯！此件藏品来自吴万成先生的最新收藏，名为3星堆祭山图玉章。章为华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这件玉章两面阴刻相同的图案，分为上下2组，每组纹饰包含山林、牙章和云雷纹，还有做祭拜状的人像。此件宝物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万。又是那个坏叔叔的东西，肯定有问题。果然是这样。这李半成是怎样寻得此物？港城古玩界竟10多年都没有找到他了。如果这件宝物是真的，那李半成的李氏古玩集团将稳坐港城古玩第1位。是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祭山图玉章。大家不要举牌，这个宝物有问题，不要被坏叔叔骗了。请大家相信悠悠。悠悠说一定没错。不愧是师傅，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李总这件珍宝，也是你这位小娃娃能评价的。当众说李总的东西有问题，小娃娃真是年少无知。我很看好李总这件东西，跟李总作对，真是蚍蜉撼树。我出5500万。诸位，这件东西我势在必得。老王，这件东西我也要，6000万，6500万，7000万。啊，这我出1个亿。老王，别以为你心里的小九九大家不知道啊！出价已经到1个亿了，还有更高的价格吗？1个亿1次，1个亿2次，1个亿3次，恭喜这位先生！哎，又有人上当了。叔叔，我是之前拍卖会卖给你青铜彩剑的悠悠，我不会骗你的。您付款前可以用闪光灯照一下这个宝物，我觉得它有问题。这小娃娃我记得，上次拍卖会捡大漏，我当场收购了他的青铜树残剑，最近被传得神乎其神。他这是在提醒我，可那边李半成我也得罪不起，
如果证明不了这是赝品，那我的公司将对李万成重创啊！周老，您小心。王总这么多年做生意，一直规规矩矩的，实在是令周某佩服。不如让我帮你验证一番。周培，你年龄大了，什么事都掺和，这样不好。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宝物根据资料的记载，在强光的照射下会泛出金光，而这个是白光，而且这个宝物的形状不对，右下角有一点锈迹。感谢小神童的及时提醒，才让王某及时止损。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王某随叫随到。怎么回事？李总，本来为了参加这次展览会，就缩短了1/3的周期。正常的话，至少要半年呢。姓徐的，我告诉你，我花钱雇你不是听你安排的，是让你服从我。这次意外就算了，告诉你，这是你在我这儿最后一次犯错。李总放心，放心。李总，虽然我们4大家族的财产加起来也比不过您李氏集团的一半，但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您这样做，未免太欺负人了吧？诸位，都是纵横生意场几十载的人了，怎么能信一个小孩子的话？毕竟我这个是唯一的实物，你们见过实物吗？公道自在人心。李总，我们商会跟您李氏解除合作。悠悠，很感谢你，日后有需要尽管给我打电话。好的，谢谢叔叔。爷爷，你太帅了！小悠悠啊，只要有爷爷在，别人啊休想欺负你。周老，谢谢你挡在悠悠前面。哎，不客气。我的女儿难不成有超能力？周老，炼钢李半成真是勇气可嘉呀！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啊，我总得表现一次吧。周叔，你儿子太帅了。哎，不足挂齿。不过还是要恭喜悠悠和林老弟找到了心仪的镇店之宝啊。哎，对了，林先生、小悠悠，你们的店名取好了吗？这个我还真没想好。悠悠，你想到了吗？我想叫丹青阁，可以吗，爸爸？当然可以啊。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好名字。悠悠小师傅，不仅会鉴宝，还很有文化呢。看谁能笑到最后，都给我等着！悠悠师傅真的好厉害，还有他爸爸林大哥也很帅。你不是还没有对象吗？不如让林大哥当我姐夫，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跟着悠悠小师傅。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过既然拜了悠悠做师傅，就要好好学。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有很多你学习的点。哎，姐，你脸红了。滚！喂，不好了，苏总，重要客户存放的3星堆象牙丢了。什么？怎么丢的？昨天下午与您交班的时候还在。好。徐先生，你在港城第1高仿大师的名头，是不是有水分呢？李总，千错万错都是徐某的错啊！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哼，再给你一次机会，知不知道我在这件宝物上花费了多少精力和财力？这是我女儿的发卡。徐总，你把她怎么了？
徐总，你千万别动他，我求求你了。小青的口红，徐总。徐先生，你放心，你的女儿很安全，你女儿有你老婆陪着呢，他们的安全那就取决于你会不会再犯错了。李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跟你当牛做马，你有什么仿品，我都能做出来呀。李总，我只有一个请求，我求您放过我老婆孩子呀。好了，徐先生，你放心，在你帮我打垮苏氏集团还有周培和那个小女孩之前，我是不会让你老婆孩子出事儿的。不过你要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犯错的机会。感谢李总，感谢李总，我一定全力以赴。苏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还检查了一下。不怪你，昨晚上是我关的门。谁这么大胆子，敢动我们建新阁东西？我查看了监控，但监控被挡着了。怎么回事，女儿？现在客户已经闹到了我的公司来了，只给我们2天时间找回，否则他就将项目全部转移到李氏集团，到时候我们公司就永远被李氏集团压一头啊！爸，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这样，您先稳住客户，我一定在2天之内找回。好，我相信你。苏总，你这车开得也太快了吧？苏阿姨是丢了很多东西吗？我们听苏哲说完之后，赶紧就赶了过来。姐，我觉得人多力量大。谢谢各位了。昨天晚上我们确实丢失了一件重要客户存放的包，3星堆的象牙，我怀疑是李半城的人干的。目前客户只给了我们2天时间找回，否则后果很严重。苏阿姨，我们来帮您。对，我们的人多力量大。有线索了。悠悠，这个鞋印太模糊，根本没法验证什么。苏阿姨，我可以看出细微的差别，这里有2个大人的脚印，其中一个脚印大，一个小。小悠悠，你说是一个脚印大，一个脚印小？是的，周爷爷。怎么了，周老？你们还记得之前我店里赶出来那个徒弟李大眼儿，他就是一个脚大，一个脚小。这么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大眼投靠了李半城。这个我不敢断定，我之前有同行啊说在七宝云里见过他。那我们就直接找他对质，我就不信他不说。等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说了他应该也不会承认的。这样，你去帮忙拿一下双面胶、A4 纸和面粉给我。走，有了这个证据，我看他李大眼还怎么狡辩。林大哥，牛逼！谢谢你了，李先生。爸爸，你好厉害呀！走，去七宝云。哎呀，这跟了李老板以后，我李大眼儿那必是平步青云呐！要不是周培那个老东西，我还在店里当学徒呢。哎，这么一说，我倒还得感谢他啊！狼奔！李大眼儿，给我滚出来！哎，怎么又是你们？你们是牛皮糖吧？怎么甩都甩不掉？你们有何贵干啊？要没什么事儿赶紧滚啊！别耽误我做生意。
昨晚我静心阁丢失了一件宝物，在地上发现了你的脚印。苏总，你说是我就是我，现在是法治社会，凡事都要讲证据。你这么污蔑我，好像有点丢你苏家千金的身份吧？你要证据是吧？这是不是证据？哎呀，我还以为什么证据？我们行动那么隐秘，不可能留下证据。这上面是有我名字还是怎么的？啊？不过我看你这么护着苏小姐，你是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你再给我说一遍。哎，来，打我呀，打我来！哎，照这儿打！哎，别冲动，他就是个无赖，证据确凿，我们等着帽子叔叔来就行。报警！我怕你们随随便便找一张纸，弄个破脚印儿，就污蔑我偷了苏总的东西。今天这事儿，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谁都别想走！还好李总给我准备了4个打手，今天就新仇旧恨一起报了。人多我怕你啊！我练过散打。就是你偷的，这纸上的脚印一个大一个小，而你的脚就是一个大一个小。怎么被发现的？不对，这丫头肯定联合周老头诈我。大眼儿，只有你的脚有大小之差，有本事的话，你站上去对比一下。不敢对比是吧？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快给我上啊！哎呀！这4个人都是顶尖高手，你们2个废物怎么可能打过他们？不可能的事情多着呢。走。李大眼，你因为入室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正式被我们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吧。哦。苏静阿姨，我发现丢失的宝物了，在角落的箱子里。谢谢各位，帮我找到宝物。还是悠悠厉害，发现了这个脚印，也多亏了周老。没有周老，我们根本锁定不了李大爷。我不过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现在象牙已经找到了，我和苏哲要赶快回公司，给我爸个交代。谢谢诸位。好，去吧。放心吧，周叔。林先生，谢谢你。李总，不好了，李大爷被抓了。啊？什么？怎么回事？那个悠悠带着苏静他们几个去了七宝云，然后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找到了李大爷的犯罪证据。李大爷跟那4个打手都被抓走了，象牙也被拿走了。又是你，臭丫头！哎，李总，我听说这个悠悠跟他父亲开的古玩店，明天要举行开业典礼，这古玩界很多名人都会到场，要不咱们就趁这个机会狠狠羞辱他们一下吧。开业典礼？哎，好，明天就送他一份大礼。悠悠，这个蛋糕很好吃哦，要不要吃一个？爸。这位就是悠悠小神童吧？
这位就是悠悠小神童吧？苏爷爷好，我叫悠悠，不是小神童。欢迎你光临我跟爸爸的开店典礼。这小孩子说话真是令人喜欢。我们这次来啊，就是为了亲自感谢你和你爸，谢谢你们帮苏静找回了丢失的宝物，你们拯救了苏氏啊。苏老言重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这互相帮助都是应该的嘛。不愧是悠悠的爸爸，一表人才，谈吐也不凡。这是纯金的金蝉，预祝你们生意兴隆。苏爷爷，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悠悠师傅，您就收下吧。如果没有你和林大叔，我们集团的损失无法想象。你值得它。是啊，悠悠，你就收下吧，听话。那既然盛情难却，我和爱女就收下了，多谢苏老。苏爷爷，我们快入座吧，马上开始。好，走。吉时已到，请主理人周培先生、店主林建军先生、小福星悠悠以及苏女士上台。且慢，林老板新店开张，作为港城第一古董集团黎氏集团的董事长李某，怎么不会亲自到场呢？今日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份厚礼。李老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这开业吉时，实在不容错过。这东西交给工作人员就好。哎，这件礼物可不一般呢，当然要亲自送过来了，以表李某的诚意，也好让在座的各位开开眼。徐先生，打开红布，给林先生和小神童开开眼。这是三星堆的青铜神鸟，这么大器型，罕见啊！李半城会这么好心，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听闻丹青阁的老板悠悠小神童对三星堆的文物呢是情有独钟，鉴宝能力更是天赋异禀。我这回带来的是商州三星堆青铜飞鸟，是本人花重金从海外购得，特此赠与贵店。同时呢，我还希望悠悠小朋友可以对这些东西说道，证明其正身，也好让宾客们沾沾喜气。谢谢李叔叔的礼物。这个青铜鸟表面的锈迹表面下有做旧的工艺，底部还有一丝丝难闻的化学气味。原来这件青铜鸟用了真锈假胎的手法，外面一层是真文物的碎片，里面却是现代工艺。我就知道潘叔叔没有那么好心。怎么了，小神童？你是不会说的呢，还是不敢说？李叔叔，虽然这只青铜鸟很漂亮，但是它在哭呢。你说什么？这青铜鸟怎么会哭？这件青铜鸟外面的锈迹很老，可能真的来自三星堆遗址，但是里面有一层现代工艺的胎体，而外表那层还是利用碎片拼凑起来，穿在了青铜鸟的身上，而且底部也有一股淡淡的化学气味，所以我感觉到这只青铜鸟很疼。信口雌黄！你有什么证据？难道就凭这几句孩子话吗？诸位请看，此处釉色过渡很不自然，裂开的缝隙中有现代胶的反光，底部纹路过于规整，是典型的现代工艺的特征，与三星堆随意凌乱的风格完全不符。所以悠悠说的是对的，此物乃高仿拼接之作。周培，你跟他是一伙的，你的话有可信度吗？我的话可信否？
你公司不想赚钱了吗？我和悠悠结识于上次拍卖会，多亏他慧眼识珠，才使我捡漏此宝物。王某甚是喜欢，于是当场买下。后来在鉴宝会上，又多亏他善意提醒，才使我避免了一大笔损失。今日前来祝贺，拿出具有三星堆风格的青铜树伞架，给悠悠冲喜。正好赶上此刻，王某拿出此物，让众宾客观察此物与青铜鸟伞架有何差别。王某在此多废话一句，商会从此解除与李氏集团的合作，把全部业务转交给苏氏集团。我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天天看猪跑。这青铜鸟的纹路与青铜树残剑相比，确实不一样。我也这样认为，青铜树残剑给人一种浑厚圆润的感觉，充满艺术气息，而青铜鸟却显得刻板生硬。两相对比，青铜柱材质虽小，却也够温润。这青铜鸟虽大，匠气呆板，高下立判。原来真是来砸场子的。这么小的娃，眼力劲儿比专家还毒。李半城这次脸丢大了。我们走。李叔叔，宝物最大的价值是真心和信任，而不是只用于买卖。今天受到的耻辱，我要加倍奉还。好女儿，真是我的好孩子啊！咱们悠悠才是真正的镇店之宝。咱们鸡时虽已过，但真金不怕火炼，剪彩继续。小静、阿哲，你们一定要全力辅助林先生开好这家丹青阁，这可是咱们的恩人。放心吧。悠悠，你前途无量，但是一定要坚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爷爷，我一定。好，走了，走了。悠悠师傅，我想去你的店里帮忙，你看行吗？当然可以啊，哥哥。不过你是苏静阿姨的弟弟，你不觉得委屈吗？我当然不会委屈，你这段时间教会了我很多，而且我爸也说了，我和我姐要全力扶持你的店，是吧，姐？苏哲说的是，正好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就让他在这儿给你帮忙吧。那就欢迎苏哲大少爷加入丹青阁。哎呀，是真不错。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店里啊，最近要回款投账，我得回去盯着。新来的学徒啊，我不放心。那周爷爷慢走，明天我再去看你哦。行。这个周培的藏宝阁呢，最近出现了几件三星堆的文物，不过这个来源嘛，有些说不清道不明。那李老板的意思是，这个周老啊，虽然在行业里混迹了这么多年，但毕竟年纪大了，他眼力不行了。最近我听说啊，他们店里又出了几件重器，要我说呀，至少80%，那都是用来造假充门面的。我呢，当然也不是让各位胡说，合理的分析，是不是？我听说他最近跟那个传得很神的，对，叫悠悠的小女孩走得特别近。那你们说，一个6、7岁的小女孩，她会鉴宝吗？说不定啊，是联合演戏，故意贩卖假货的。我明白李老板的意思了。行内资深人士匿名爆料，周培藏宝阁全是假货。李老板，我也明白，以我2人的影响力，添油加醋一番，肯定事半功倍。请老板放心。好。师傅，不好了，不好了！莽莽撞撞的，怎么了？师傅，你看，这孙记者在网上都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报警吧。这多半是李半城办的，他肯定是想冲着我几10年名声来的。
这李首富怎么那么坏？人呐，不可貌相。师傅，伯牙斋的赵老板说，原本定的回款款项，改日结算，等风波过去再结。还有，古风阁的进货单也取消了。婉珠，不要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真金不怕火炼。赵爷爷，哎，悠悠，爷爷是那个坏叔叔干的。目前的情况不乐观，李半城应该是收买了孙继承和几个资深古玩店老板，一起在网上造势，这是要把您的名声毁了，让藏宝阁消失在港城。这是明着不行就来暗的，太可恶了！感谢各位来关心老夫，老夫真正不怕影子斜，这次谣言必定会不攻自破的。哎，对了，小哲呢？他在那个丹青阁看店了，还说了，如果有事，他第一个上。哎呀，这臭小子！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藏宝阁找到一件顶级宝物，借此物吸引权威机构专家，对藏宝阁的宝物公开鉴宝，还藏宝阁的清白。但是，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件顶级宝物，怕是可遇不可求。苏阿姨、赵爷爷，不要灰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顶级的宝物。小悠悠啊，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小福星啊。那悠悠，我们该去哪里找啊？每天透视能力可以开启20次，那就可以大范围的搜索，不放过每一个地方。我们从买木雕的地方开始吧，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好。苏阿姨，你可以载我和爸爸吗？当然可以啦，小悠悠，阿姨也想为周老出一份力。太好了，我们出发吧。出发。周爷爷，等我们好消息。路上注意安全啊。真是越来越像一家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古玩大甩卖啊！没有。下一站黄石市场。哎，小朋友，你又来了。这次我又进了几块石头，你长长眼。不好意思，我下次再来。行，下次再来。怎么样，悠悠？还是没有顶级的宝物。今天港城有个鬼市开门，虽然那里的宝贝参差不齐，但也有人捡漏过顶级宝物。我们去那里看看吧。好，走。有点疲惫，看来今天透视的次数有点多了，还是没有。天色也不早了，悠悠也累了一天了，明天一早我们再继续找吧。行，那今天咱们先回去吧。苏阿姨，快拐进废品回收站！怎么了，悠悠？我感觉这里面有我们需要的宝贝。好，那我们就下去看看。小姑娘，这些都是工业废料，没啥好看的。叔叔，我要那个，拿回去当玩具。老板，孩子喜欢，你给开个价吧。这就是一个工业废铁，如果孩子喜欢的话，拿20块钱吧。啊，来。谢谢叔叔。
看样子不应该那么重。看来悠悠确实发现了一个宝物。走吧，早点回去研究。行，那我先送你们回去，然后去店里接苏哲。这个东西你们拿回去研究研究，有消息了通知我。好的，苏阿姨，谢谢你今天开车带着我和爸爸。小悠悠跟我见外喽。这是青铜器吗？那这金色是？是的，爸爸，这是一件三星堆风格的青铜器，外部好像还有过一层金箔，但时间太久了消失了，而且它的外形很像苏阿姨车里的方向盘。哎，我记得港城博物馆是不是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件好像没有金色的光芒，那岂不是说这件比那件还要珍贵啊？是的，爸爸，我们可以向博物馆捐献这件宝物，请求博物馆的人来给周爷爷的宝物进行鉴定。那有了这些宝贝，针对周老的流言就不攻自破了呀。爸爸，其实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自从我上次摔倒醒来后，我能看到柜子里的东西，后来我能看到宝物的真假。为了爸爸能过上好日子，为了爸爸能配得上苏阿姨，我以后想赚很多很多钱。爸爸呢，知道悠悠有非常大的本事，但是我想跟悠悠说的是，即便悠悠你没有这么大本事，你也一直是爸爸最懂事、最喜欢的女儿。谢谢你，爸爸。明天我们带着宝物去找周老。好。我的小福星，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么顶级的宝物？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它被藏在了一个废品回收站，我发现了它。我拜托了我爸爸，联系了港城博物馆的王馆长和省三星堆文化研究院的刘院长。他们听说悠悠要把三星堆太阳轮捐献给博物馆，非常激动，并承诺以最权威的水准鉴定周老的重器。相信周老一定能度过此次难关。谢谢，没有你们，藏宝阁，我就说我师傅一定可以的。周叔，别担心，专家马上就到。是啊，周老，不要担心。哪位是悠悠啊？谁是悠悠？你好，叔叔，我是悠悠。小朋友，这真是你发现的吗？我在废品回收站发现的。我说王馆长，这小娃娃能发现三星堆，我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陪你们过家家的。刘院长可不敢儿戏，咱们是受苏老嘱托，苏老的话不能有假。王馆长，刘院长，悠悠是我女儿，这东西确实是在废品回收站发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作证。苏老是我父亲，我也可以作证。了不得，真是了不得呀！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眼力。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吧。你听说了吗？这小神童又找到了一件顶级文物。羡慕啊！要不然怎么能把王馆长和刘院长请来呢？他俩可是在古玩圈国宝级的人物，多少人想花重金请他们鉴定都不去。据说这个刘院长可是专研三星堆文物的，这方面比较权威，他说话可是一口唾沫10个钉。也就是说，只要他两人说周老的宝物是真的，那之前的流言也都是假的了。而且藏宝阁前途无量。李总，你说这小丫头什么能耐呀？又搞了一件顶级宝物，还打着捐赠的名义，请来了王馆长和刘院长来给他们鉴定。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我就不相信他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假的。经过铸造技术、黄金纯度、镶嵌工艺以及纹路的这几个方面，我们一致认为，这几件宝物都属于三星堆文物，特别是其中的太阳轮文物，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太好了，是不是那些说周爷爷坏话的人都是骗子？这些网上流传的周老的话都是假货的谣言，都是假的。感谢各位，感谢王馆长和刘院长的鉴定，我的名声保住了。周老，我们一直都很相信你。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个小女孩真厉害，这都能被发现。各位，我和刘院长决定邀请你们参加3天后三星堆展览会。此展览会目的在于宣传与保护三星堆文物，同时也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三星堆。作为三星堆太阳轮的捐献回报，悠悠，这里有1000万。其目的呢，是为了激励大家发现三星堆、保护三星堆和上交三星堆的决心。什么？1000万？还是刘院长亲自赠予，此拔后生无可限量。可不嘛，他父亲真是优秀啊，女儿还没嫁人就已经可以躺平了。算你们走运。展览会上，我们走着瞧。是。收下吧，小朋友。这次的邀请会还邀请了一些名流和藏家，是为了更好的宣传三星堆文物。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啊！感谢悠悠给我们捐献的三星堆，你为三星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展览会见啊！好，回见。这次的感觉好温暖，好明亮，我的身体感觉有一颗小太阳，我感觉我现在的透视能力变得更远更清晰了。港城古玩界名流会，那岂不是还有李半城？港城的天是该变一变了。赵爷爷，我们不怕坏叔叔。没错，我们人多力量大。水来降岛，兵来土掩。一个捡垃圾的小女孩，竟然能让刘院长亲自邀请去展览会，哼，风光无限呢。这回展览会是我们李氏集团打入国际高端赝品市场最关键的一步，绝不能让他坏了事儿。李总，这展览会安保太森严，我怕……谁说要硬来？我就让在所有人面前证明他只是一个运气好的骗子。我已经安排了重头戏。这件是三星堆青铜奏木面具，是我们集团耗费3年，配合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终极产物。就连碳14检测都能蒙蔽过去。我要在展会当天给他捐出，让专家和那个小女孩去鉴定。李总还是有点冒险，那万一……那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没有万一。我已经花重金派人进入了他们布置展会，在存放物品的库里边动一些小的手脚。到时候真真假假，我看那个小女孩怎么区分。我不仅要让她身败名裂，我还要让周培和苏静滚出港城古玩圈。从此以后，我李氏集团的珍品替代计划就该顺利进行。徐半城，你好一个计划呀！首先，欢迎大家参观三星堆展览会。其次，我们也要感谢悠悠小朋友，他用敏锐的眼力，帮我们找到了一个顶级的三星堆文物太阳轮。希望大家通过这次参观，
能够更多的了解三星堆。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港城首富资本家、收藏家李半城先生有意向博物馆捐赠一件家传三星堆青铜面具。非常感谢刘院长、王馆长举办这次三星堆文物展览会，鄙人致力于港城的文化企业发展，特此将这面具捐献出来，以尽本人的绵薄之力。所闻悠悠小朋友眼力非常的不一般，刘馆长和王院长都对你亲爱有加。我的这面具呢，也请悠悠小朋友见识一番。如果是真品，我就捐出；如果是假的，还望小朋友不吝赐教。悠悠，这是他故意的，肯定有阴谋。没事的，相信悠悠。相信孩子。透视全开。这耳朵周围有焊接的痕迹，你的眼睛位置有现代材料，而且在你内部有一个 L， 这一定是坏叔叔标记。李叔叔，这个面具确实很漂亮，但它不舒服。怎么不舒服了？少给我整这一套！他的耳朵是后来接上去的，他的眼睛也有一种不属于三星堆风格的现代材料，还有它的内部有一个不属于它年代的东西，是一个 L。这小孩子胡说八道！这专家还没说话呢。刘院长、王馆长，二位，你看，你看这里。这眼睛周围的色泽和纹理确实和现代合成材料高度相似。这个耳口间节的位置确实有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面部内侧的确有一个 L 型标志。李总，你说说吧。这机器检测难免会有失误，对吧？何况是人眼呢？再说了，你们不能听小孩子的声音就给我定罪吧？我有证据。李半城和他的李氏集团长期利用公司的研发部门制造高仿三星堆文物，并通过拍卖、捐赠、洗白等方式从中谋取暴利。这个面具就只是其中之一。这个 U 盘里有账目、交易记录和设计图纸。他还秘密安排人进入了布展团队，想要从中获取一件小型青铜树。徐全，是盘外的东西，把东西给我！李半城，你涉嫌商业欺诈、重大文物造假，请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我大事儿！我只想做一个好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先生，麻烦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好了，大家安静一下，我们需要更多像悠悠这样有正义感的人。为了表彰你，悠悠，为了表彰你，我们特意授予你三星堆文物守护大使的称号。苏老，什么时候喝苏静的喜酒啊？哎呀，孩子的事儿，咱们老人不要干预，等着就行呗。看我干嘛？别人让我看，我还不看呢。悠悠，给我捏一个小兔子好不好呀？